大家好，今天是8月10号。昨天比特币包括其他几个币种给的多单建议，有些是命中了，有些是没有中啊。比特币最终是把23300美金给跌破。那 UNI 昨天给了8块钱，它就是打到8块钱，现在是又上来。今天视频来揣测一下这个位置为什么又压回了，方向还是要往上看吗？或者是这个位置主力心思到底在想什么？也要来给大家揣测一下，不然你再去观察一下 22.8K。还是多单点位，长线的仓位，我的观点还是不变，底部抄底的筹码一直拿着。在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 YouTube， 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像 BROK 返优永久 20%。先来看一下为什么还是往上看，是这样子哦，就是它现在我讲了一段时间，目前比特币没有10倍的行情，主要一个原因就是20的一个周线 MA。时间哦，就是这个时间是没有到位，可能还要12周左右。它在这个位置有可能随时是会上会下，就是会震荡，有可能会再压回，也有可能会再上去，就是这样子不断的震，把时间给我拉长。那现在日线为什么又下来的一个原因是这样子啊，已经讲了一段时间啊，就是这一条主力的生命线60MA 日线级别的，它是有一个下牵引的作用，还有3天的时间。1、2、3将要来到这个低点的位置，所以我的观点是不变啊。既然价格是能稳在主力的生命线以及我们散户的生命线上方，我的观点是压回你尽量还是选择站在多方，就超短线上啊。当然，我最近的短线最近也没有操作，如果要追的话，那一天有跟大家讲过，你尽量追这一个。那今天也要聊一下，在这个位置 CPI 是要公布，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其实数据是有预期啊，纽约的联储通胀预期是在报喜，就纽约联储在8号的时候是公布了美国7月份的消费者预期调查报告，就是消费者针对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通胀预期中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这意味着美联储多次激进加息的环境下，纽约那边当地的物价上行的动力有可能是开始在衰退。那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去留意一下，有可能这个位置主力再拉回，是目的为了等待这一个数值要公布，是不是会触顶啊？因为上个月是在 9.1 是爆表，也有预期是这个月可能不会爆表，有可能真的会见顶。那揣测是数据可能是会利好，因为只要 CPI 往下拐弯的一个情况下，不排除现在整个市场的预期就是到11月份，美国那边选举完以后，明年开始会降息。包括昨天的那一个方舟基金木头姐也是在预测，2023年美国有可能会降息啊。那我的观点是，既然揣测是今天晚上可能会有利好，那主力有可能它是会在想，在利好的时候要看价格在短期之内是在相对的高位还是在相对的低位。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出利好。如果是在高位，它不一定是利好。那出利空呢？如果是在低位，它不一定是利空。比如说前面几次的那个 CPI 不是报表 9.1 出利空，利空在低位它也不一定是利空，或者是美国在加息，它也是在相对的低位，就是在短线里面它是在低位，它出利空也不一定是利空。所以这一次我是在揣测，有可能主力是这样子，这短期涨了。相对高位，如果再涨上去，今天晚上是要公布 CPI， 有可能揣测是利好，那你如果是在高位的情况下，有可能它就不是利好，可能上去的话，不是有跟大家讲也是不能追，因为短线如果再上去，这边指标会背离啊。现在它是没有过高，又来回撤，那短线上来观察的话，它其实超短线上是在这个低位，有可能主力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利好公布的时候，先把价格压回到低点。我这样子来揣测啊，大致就是这样子来揣测。你可以参考前面的一些位置来揣测主力的一个形势。那为什么 22.8K 还是一个多点啊？我们就来观察一下4个小时。4个小时前面有跟大家讲过，当时是在5号的时候，很明显主力是在做线啊，就是在这个位置看得很明显，就主力就是在做线。那从形态里面来看，其实它现在都是在整理的一个形态，时间上还没有到位。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不断的在画陷阱。这个小时是整理挖坑，挖坑上去的话，感觉是要突破，其实也是又挖了一个坑。这边是一个空方的陷阱，这边又是一个多方的陷阱，
所以我们尽量还是等压回吧。但是昨天那一个23300美金也是没有中啊。如果你是超短线，止损一定要快。那从4个小时形态里面来观察，前一波是有跟大家讲过，比特币我们尽量看这个币安的。当时是在前一波美国加息的时候，它不是拉了一波，我前面是有跟大家判断嘛，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在调整的时候下方量能都是很明显，就是上涨的时候有量，然后下跌的时候没量，没量估计有可能就是会再往上。那这一次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个位置开始有一点量要盖过前面上涨的量，包括昨天在跌的时候又出了一点量啊。这个位置到底要怎么来观察？是不是主力在这个位置有把一些筹码给抛出去？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我们尽量观察 22.8K， 反正要做短线的话就是这样子， 22.8K 这个位置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因为这一根线就是我估计就是主力做出来的一个线啊。从4个小时看的话，它是好像是有人在抛的一个空方量，就是下跌的时候是在带量。那我们观察一下有没有多方的量盖过去。1个小时里面就这一根啊，这一根量是盖过了前面所有的量，所以短期判断有可能就是静待今天晚上美国的一个 CPI 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区。反正我们尽量这样子吧，如果你要做多 22.8K 超短线上啊，下方是一个1%的止损，尽量超短线为主。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